一提到湘西，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凤凰古城，但在龙山县的大山里，还藏着一座改写中国历史的宝藏小镇里耶。这里不仅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99乘法口诀简，还有将近3.8万枚秦代简牍，将消失千年的洞庭郡从历史的尘埃中找了回来。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这座大秦古镇，逛明清老街，看游水人家，感受这座湘西深处的千年古镇。里耶这个名字呢，是源自土家语，意思是开拓这片土地。值得注意的是，里耶古镇是地处湖南、重庆、湖北3省的交界处，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必经之路。古称楚蜀通经，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几千年来，楚国、秦国、汉代先后管辖这里，作为游水流域的核心码头和城池。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才藏着一段震惊世人的历史过往。很多人最初了解里耶，都是源自2002年的那一次惊天考古发现，一口古井中出土了3.8万多枚秦简。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竟然有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99乘法口诀表，比此前已知的实物证据要早了足足几百年。那么除此之外呢，秦简上还详细记载着户籍、赋税、司法等日常琐事，堪称一部大秦基层官吏工作日志，可谓是细节满满。可以说，里耶绝非一座普通的古镇，而是一座活在秦简里的城市。那今天我的行程就这么来安排，先走进秦简博物馆，看看那些秦简都写着什么内容，然后再到秦代古城遗址，也就是发现秦简的地方，最后再到明清古街逛逛。这就是到里耶古镇的第一站秦简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以秦简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来里耶不逛这里，相当于白来。这座博物馆的外观呢，是采用秦代的风格。想不到在湘西的大山里还有一座这样的建筑。在大门的两侧分别是有一个4马拖车的雕塑。里耶秦简博物馆，现在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大秦乾陵简牍中华，乾陵就是秦朝时期这里的地方名了。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沙盘图，中间就是里耶古镇了，而周边呢是有很多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呢。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了解到的秦朝大多是宏大叙事，秦始皇统一6国，书同文，车同轨，修长城，建驰道，这种国家大事。但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讲呢，就缺乏代入感了。而里耶秦简博物馆就不一样了，它记载的全是大秦最底层、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日常。这里没有帝王将相，只有基层小吏、普通百姓、工匠，甚至刑徒。这里也没有今天伟业，只有算账、登记户口、送信、判案、收税、种地，全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劳作。说白了，里耶秦简就是2200多年前一个现成的官吏工作日志加百姓生活日记，真实到能够让人产生共情。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它才越品越有味道，越读越珍贵。来到秦简博物馆，我们重点看3件镇馆之宝，每一件呢都是足以改写历史，看完会刷新你的认知。这第一件就是乾陵洞庭郡简，这堪称是考古界的反转发现了。我们以前在历史课本中所学的是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设立了36郡，但从未提及洞庭郡。但是这枚小小的竹简上就清清楚楚地刻着乾陵洞庭郡5个字，用实物推翻了以往的历史定论。秦朝确实存在洞庭郡，而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里耶，当年的名字就叫做乾陵县，隶属于当时的洞庭郡。而这一枚简直接填补了秦代行政区划的空白，称其为石破天惊的发现就毫不夸张了。第二件就是里耶标志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99乘法口诀简。大家快看，这枚看似普通的竹简上面刻着的正是我们从小背诵的99乘法口诀表。来看一下这里第一行，9981 8972，和我们现在所学的一模一样，甚至还记载着简单的除法和分数运算。
谁能想到，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基层小吏就已经在使用乘法口诀来处理事务了。他们计算赋税、粮食、工程用量，都可以用到这套99乘法口诀。这不仅是数学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有力佐证，让人深深折服于古人的智慧。这是第3件乾陵乙酉行动停检，这堪称是中国邮政的雏形了。仅仅7个字，却藏着大秦的高效物流密码。它的含义是，这份公文从乾陵县发出，通过邮传系统加急送往洞庭郡，要求昼夜兼程，越快越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加急快递了。秦朝的邮传制度极为严格，紧急公文1天1夜就要走400里路，当然是骑马的情况下。不得不说，大秦能够统治辽阔的疆域，依靠的不仅是强大的军队，还有这套覆盖全国的邮传系统。总结来说，这3件国宝分别改写了历史、地理、数学史、交通邮政史。仅凭这3枚简，这趟里耶之行就非常值得了。那除了这3件镇馆之宝以外呢，博物馆内还有大量的秦简，都是记录秦朝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编户齐民，这相当于是秦朝的户口本了，甚至比我们现在的户口本更为详细。上面是记录着户主的姓名、家庭人口、年龄、身份、爵位，甚至身体是否残疾都记录得一清二楚。秦朝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国家对每一位百姓都进行严格的管理，不得不感叹古人的管理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来看这里还有官吏日常考核简上面也是记录着考勤考绩，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这是任职资历，这里就更加有意思了，还有寻人启事简，来看看秦朝人是怎么寻人的。这人皮肤白皙，椭圆脸，头发和胡须稀疏，身高约1.68米至1.69米，年龄64岁。这是劳役分工，每个人做什么工作都写得清清楚楚。这边的简牍呢，就是写着百姓要如何赋税了，需要缴纳多少粮食、草料、钱财的数量，哪些人需要服役，服役的内容又是什么？比方说修路、修城、运粮、当兵，期限多久，以及监督的人员，一目了然。这些简牍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秦朝的强大是源自极致的基层管理，而它的灭亡也是源自对老百姓的过度压榨，可以说是成也管理，败也管理。还有记录医疗卫生的简牍，你看这里呢还有公共卫生。你很难想象在秦朝的时候呢，就有异地追缴欠款了。看一下这边还有司法简，相当于秦朝的案件档案了。这个呢就充满了生活气息，里面呢是记载着各种常见的案件，比方说偷猪、斗殴、欠债、逃逸、买卖纠纷、官吏渎职，小到偷一头猪，大到官吏贪污受贿，都有完整的审讯记录，还有判决结果。原来秦朝的法律就如此细密严苛，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勉强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果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后面呢就是当时官署的建筑模型，可以看得出来都是那种干栏式的建筑。这里还出土了一些当年的瓦片，不过这个瓦呢比起现代的瓦要大得多，厚得多。上面还有一些刻着不同花纹的瓦当，这个是当年的兵营建筑，这就是民居建筑了。结构呢是非常的简单，不敢想象在一个古镇里面呢，竟然有一座如此大规模的博物馆。那到了这边呢，就是出口了。看了这些简牍之后你会发现秦朝就不再是课本上那一个遥远的朝代了，而是一个有烟火、有悲欢、有温度的真实人间。看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有点感触呢？从秦简博物馆出来之后，就要徒步去里耶古城遗址，主打的就是从纸上秦代走向脚下秦代。从这里走过去大概是有1公里多，需要20来分钟。这上面的风景相当不错
这下方就是有水了，而这一段呢，就是经过后期复原的城墙了，看起来也是非常新啊。而且这条道呢，现在还可以走观光车，不过现在这个观光车啊，好像并没有运行。来看一下另一面，这远处呢是有一座大山，这就是湘西鼎鼎有名的八面山了。今天的天气算是非常好了，阳光明媚，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最近湘西一带啊一直在下雨，已经连续下了差不多有1个星期了。这里有好多免费的停车场，我的车啊就是停在秦简博物馆那里，那个停车场呢也是免费。从这一段开始，就从砖的城墙变成了夯土风格的城墙了。那么估计这里啊就是里耶古城的遗址了。如果说博物馆是书本里的秦代，那么这里呢便是现实中的秦代了。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啊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秦代县城遗址，独一无二。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踏入的是一座实实在在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秦代县城，光是想想啊，就足以令人震撼了。不过这个入口呢是在那一边，这是通往遗址公园的一条阶梯。里耶古城遗址这边才是正大门，目前也是可以免费参观。来看一下，扫码。进来了，从大门进来之后呢，这一面就相当于是照壁了，上面是刻着从这里出土的各种竹简。来看一下这一面，这就是乾陵洞庭郡，而这后面呢就是99乘法口诀了。来看一下，9981 8972。进来之后可以看到一段2000多年前的夯土城墙，而这下方呢就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在当年呢是跟外面的有水河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有水河的河水引到护城河当中来。在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这条护城河就至关重要了，既能防御敌人的进攻，又能方便船只停靠运输物资，相当于是一道屏障加物流码头。这里就是古城的大门了，两边的城墙呢也是矮了很多，上面也是长满了杂草。里面有建筑的这一块就是当年考古发掘的现场了。这里还有一片露天的考古现场。来看一下，这里是车马道，你看这里呢就是有一些车辙印记，这一边的车辙印记呢就更加的明显了。这里有一块牌子写着秦制车同轨，轨距6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1.38米，也就是说2个车轮的距离就是1.38米了。想不到在秦朝就有分人行道和车马道。这边还发现了一些干栏式建筑的柱子，都是木头的。旁边的这座建筑呢就比较大了，这是一座兵营现在就露天展示在这里。那么这些木头呢都已经变成了黑色的朽木了。这边还有一个复原的模型，可以看看当年完整的模样。这是南城门的遗址，两边还站着一位士兵拿着这种金戈。现在就去建筑的下方看看。从这里看八面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上面的海拔是1400多，而这里的海拔是263。来看，这里有一个秦朝的快递员，他手里拿着的就是简牍了。这个遗址公园绝对值得一看，这就相当于是一本摊在地底下的历史书了。最上层就是近代土层，依次往下呢就是明清、宋代、汉代，再往下就是秦代和战国的地层了。每一层的颜色、地质各不相同，这里每一层都藏着对应时代的陶片、瓦片、器物。考古专家正是依靠这样的坡面层层挖掘，才找到了秦代的街巷、房屋、水井，以及那3.8万枚秦简，相当于挖开了一座大秦宝藏了。各位朋友，重点来了，这里就是整个里耶最核心、最神圣的地方了。1号古井，也被称为中华第一井。
震惊世界的3.8万枚秦简就是在这口井出土的，堪称大秦宝藏井。来看一下这口井的深度呢是14.3米，井口呢是一个正方形，它的井壁全部都是采用巨大的柏木以榫卯结构连接而成，严丝合缝，异常的坚固。这种造井技术在2000多年前绝对属于顶尖水平。那么这一口古井当年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据说在2002年的时候当地是要建一座水电站，那么在这里呢就意外发现了这个遗址，考古人员就赶紧过来抢救性的发掘了。当时挖了7、8米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么考古人员就坚持继续往下挖，挖到10几米时呢，奇迹出现了，淤泥中突然浮现出一片片带有墨痕的竹简，紧接着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最终清理出来了足足3.8万多枚秦简，字数超过了20万，直接刷新了全国秦简出土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和的近10倍，相当于一次性发现了一个大秦图书馆，非常的震撼人心。那么更加神奇的是，由于古井是比较深，密闭性非常好，淤泥隔绝了氧气和细菌，这些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竟然没有腐烂。出土的时候字迹清晰，墨色鲜亮，仿佛是刚刚书写而成，堪称历史的奇迹。这里还还原了一个场景，就是展示了竹简的制作过程。首先呢，就是将劈开的竹子在这里一片片先晾干，然后呢，在这里削成一片一片，最后就是由这个文书人员在竹简上写上各种文字了。那么这些竹简为什么会在井里呢？大家不妨想象一下秦朝存在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叛军逼近此地，那么县城的官吏为了保护官方的档案，避免被烧毁掠夺，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的重要文书简牍全部投入这口深井中，用泥土掩埋起来。这一埋就是2000多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大秦帝国的秘密档案了，让我们能够读懂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一口井藏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珍贵的历史记忆。那么除了这个1号井以外呢，旁边还有一个2号井。2号井就是当年他们制作陶器的地方，也过来看一看。这是当年古城里面的官署建筑，也是木质结构，而且中间还有一座2层的小塔呢。那这边呢就是2号井了，这就是井的位置，而中间呢就是他们生产陶器的一个作坊。来看一下，那边呢还有一个火炉，用来烧制陶器。那么制作陶器的水就是从这口井里面取。看完了厚重的秦代历史之后呢，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现实，去感受一下里耶古镇的明清一条街。从遗址公园出来之后呢，就看到这样一片街区，好像没有什么游客而且建筑呢也是比较新。但是在这里是有一块牌子写着明清古街区，是往这边走。原来还没有到老的街区，看来这座古镇确实是没有发展起来很多铺面都贴着招租。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了。来看，这里有一间最窄的店铺，叫做陈永泰杂货铺，它的厚度大概是2米，也确实是最窄的店铺了。可惜都是关着门，没有营业，也没有游客。里耶古镇在湘西的旅游区当中也算是发展得比较不好的一个古镇了。这里还有一座复原的万寿宫，看起来也是非常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大门紧闭。里耶古街它是有着7街6巷5行的格局，从明清延续至今。当年在这里呢可是有水流域最大的码头集市，商船云集，商贾往来，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的商人纷纷在此经商。他们在这里贩卖盐、布、茶、
药材、山货等等，而且呢非常的热闹。当年的里耶啊有小南京之称，而如今游客寥寥无几。这也是一栋老建筑，而且整座建筑啊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倾斜的状态了。走在古镇里啊，可以闻到一股厚重的老木头的味道，而且现在呢，古镇也基本上没有怎么管理了，汽车也可以开进来。这一片房屋呢，就满满的生活气息啊！你看门前还晾着衣服呢，说明主人呢还是住在这里。继续往前走呢，就来到一个广场。你看上面呢还有一个舞台呢，舞台的上方是有一座牌坊。这栋建筑啊就比较有意思了，它是5重檐的建筑，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古朴。上面有一块牌子写着白手堂，因为里耶古镇也是土家族生活的地方嘛。想不到在里耶古镇里面呢，竟然有一片欧式建筑，而且看起来也是非常新。那么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中西合璧啊，就是中国的古镇跟欧式的古镇啊连在一起。非常可惜的是，竟然没有引来多少游客。不过在这里拍照的话呢，应该会很出片，属于湘西的一个小众旅行景点了。来看，这是一棵树的造型呢，全部都是用石头组成。哇，这里规模好大哎！看一下后面这些建筑，这里完全可以当做一个拍摄民国电影的影视基地了。你看，这里还真的是有一个电影院呢，写着里耶电影院。不过现在呢是大门紧闭，确实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而且不用门票。这里很多铺面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营业过的，但是后面呢随着没有什么游客，就一个个关停了。来看一下这边呢，还有一个酒吧呢，也是以前开过业，但是现在都是大门紧闭。这间铺面呢还有点意思，门前还专门做了一个小的牌坊。可能当时的开发商觉得那条明清老街啊太短了，没有什么内容看，就花了大价钱啊，打造了一片仿欧式风情又带有一点民国风情的老街区。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比较失败的状态了。但随着以后过来打卡的人啊越来越多，能不能再旺起来就很难说了。这栋建筑看起来非常有可能是以前里耶古镇的供销社，因为这上面是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古镇里面是有一座大宅院，叫做瞿家大院。那么这一座瞿家大院啊，也是电视剧《血色湘西》的重要取景地，有不少经典镜头啊，就是在这座房子里面拍摄的。只可惜没有什么游客，就干脆把大门啊给锁起来了。现在我又重新回到这条10里长堤了，准备往回走。那这座里耶古镇呢，总结起来啊，是有3处游览的景点。第一处呢就是秦简博物馆，它是免费参观。第二处呢就是考古遗址公园，也是免费。当然这座里耶古镇啊也是免费，不过里面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看到了。那今天的这条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拜拜。